然后话不多说，我们直接进入到恋人对应的这个牌阵。我来看你们说的啊，咋看出来未来有桃花啊？你一看就是没有结合背景啊，再看一下。然后我觉得很难解，宝剑十是能谈就谈，不能谈就算。对这个案例，我先说一下我为什么会选它。你们如果看到那个案例课的，对不对？看到知识星球那个反馈，应该也能看到这是一个23年的案例，对不对？我最近是尽可能的把我的案例库里面调取一些之前的案例，因为新的案例我怕上课痕迹太重了，很多时候是会有那种给你们上课的思维去解案例，所以我都是拿以前上课上的比较少的时候的一些案例。那这个案例呢，其实大家觉得它的难点在哪里啊？我都能猜到你们看到这个案例的难点是什么。如果不是按照我的那个解读思路，如果是你们在这个背景下拿到这个案例，你们觉得你们的难点是什么，或者容易翻车的点？你们觉得是什么？就你别管说这个男生有桃花没桃花等等之类的，但是你们觉得你们容易翻车的点是什么？我看大家能不能对自己的学习的节奏和状态有一些大致的了解，或者，如果你觉得你完全不会翻车，就是跟着思路走，你就扣个1。但是如果你觉得你有可能，如果不是按照那个思路容易翻车点的，你们可以打出来。牌面很负面，不像暧昧关系。其实如果是牌面既不走心的状态，对，是的，你们很容易翻车的点呢，是容易在你觉得问卜者的难受是因为对方。对，然后呢，女生的难受也是因为对方，所以如果你们去解读这个案例，你们最容易翻车的点是把他们的关系解读的非常的纠缠、拉扯、狗血。对，然后呢，你们还有一个最危险的点在于，他们俩是难受的牌，所以你们会解读为他们是爱的，很爱，至少男生很爱，很上头，很痛苦。然后由此得出来，这个男生对这个关系患得患失等等，是不是你们会解的？会的扣个2，会的扣个2。这是你们很多时候在问卜者问到感情的时候，看到问卜者的牌面是绝望的呀、难受的呀、痛苦的呀，就很容易把它解读为是问卜者因为对方这样子的，这是一个很容易翻车的点。我要告诉大家，这是为什么我挑这个案例。首先呢，这是我们回来审题，我在那个知识星球里面也梳理了一下，我说问卜者是他咨询的时候是8月底，并且9月中下旬他要出国他开学了，并且要出国。目前有一个认识了一阵子并且挺暧昧的女生，是朋友介绍认识的，想来看看发展。我甚至把一些前缀的背景都融入进这里面了，就比如说教皇有没有父母认识的因素等等都没有，就全是朋友认识的情况下，那暧昧的情况下出现这组牌，所以其实我们要先对男生的牌有个基础的就是一个论断，或者我们要对男生的牌基础的感知。然后那个逻辑就是那个知识星球，我有写这2张牌其实是能看得出来男生的状态什么。首先这3张牌都是变动星座，这个大家看得懂吗？这组牌其实是能在星座里面有一些基础的运用。这3张牌都是变动星座，双子、双鱼，而且都是双，发现了吗？我们讲过双子和双鱼的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双线，就是他们没有办法聚焦。所以呢，所以其实这个男生他在感情中就谈不上是一个非常专一的，也就是他在这段关系中跟这个女生暧昧，他其实也有在跟其他的人一些暧昧，至少这2张牌也是很明显的。3张跟就是对吧，这个有关的星座，再加上这2张牌都能看得出来，男生其实不是一个所谓的特别专一的人。好，这一个能跟上或者能看懂的扣个1。这个能跟上或者能看懂的扣个1。然后呢，大家的纠结的点或者难的点，其实在于说为什么会有张宝剑10。这我们就要去看，如果男生的牌面本身就是不聚焦的，然后呢也是多线运作的，又或者他本身就不是一个非常完全沉浸式享受的，宝剑10它反而取的不是难受。这也是我想要跟你们讲宝剑10的运用，不是难受是什么呢？对，因为你想，这是1号数字，这是10号数字，他们之间又都是风元素，但是中间是没有任何的过程的。这个男生看开头看结尾，他们就在这段关系中，这个男生没有想过跟这个女生有过程的，慢慢磨啦，慢慢耗了没有，真的就是能谈谈，不能谈就算了，反正他也要开学了。所以呢，过程是没有的，在男生的3张牌里，这个大家能看得出来吗？所以宝剑10在这里，如果你们只是单一的取难受，你反而是很容易翻车。可是把宝剑10理解为的是结束，那在这里你就会发现，男生就是只有开始有结束，然后呢，他其他该接触的还是在接触。好，这个能听懂扣个1。所以我们先去找共性能量，然后我们再我知道大家这样讲有点难，再一张一张解。
首先魔术师的逆位，男生在这段关系中，一个是确实有好感，并且呢，魔术师我们说过确实有好感啊，有好奇心啊等等。但另外一方面，结合整个牌面变动能量非常多，所以我觉得男生在这段关系中也不是一个非常沉静或者非常专业的状态。魔术师处在一个了解阶段，但是他同时有在试探其他的人或者在走看其他的机会，对他不是一个走心的状态。左边的双鱼，上辈骑士逆位，双鱼座也是一个等等这样的状态。然后呢，你再去求证男生有没有其他桃花，你就发现男生是有其他桃花的。他说他有在接触其他的人，然后呢，再加上这个背景，下个月要出国了，所以才给出他下个月可能也还会有其他桃花，是因为这个男生的牌面非常的不稳定，并且他的桃花因素非常多。然后结合右边他的态度，在综合起来宝剑十，我觉得这个男生确实处在一个就能谈谈不能谈就算了，不是一个特别走心的，而且不想要再跟这个女生磨合太久的状态。这是男生3张牌，明白了吗？风加水不稳定啊，等等等等。好，男生3张牌听懂的扣个1。再讲我们再往深了讲，男生的为什么9月份就有桃花呀？我其实也有在知识星球里面讲，然后我再详细讲一讲。首先呢，是这个男生在桃花就不差的情况下，他下个月要出国了。我们从常理推断，这就是有可能的。一个男生，一个桃花可以的男生，你用常识去判断，他如果出国了，他会干什么？他会社交，他会养鱼。这是从背景上看，对不对？然后我们就是从背景上再去看，魔术师本身又是1号数字，1号数大家还记得它的特点是什么吗？始发，蠢蠢欲动，即将发生，新认识的人，还记得吗？我们讲过数字1的特点，所以其实当魔术师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桃花就呼之欲出了，就是新认识的人也好，而且再加上这个背景，所以他的时间肯定不会特别久，而且我明确说了，他是8月底的时候来看的，那9月份要出国了，那这个状态不就是呼之欲出了吗？魔术师的感觉。你们想想这组牌，我就问你们，这组牌这个男生是不是会社交的人？是吧？是不是会养鱼的人？是吧？是不是会马上去认识新的人？是吧？魔术师逆位。对，是的，因为我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其实通过看男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看到他在包括男生的状态，我们看到他对女生的想法，看到他自己的行为。就好比说，我们在这组牌里面看到这个男生，他本身就不是一个只盯着问卜者的人，只盯着对方的人，他本身就是一个不断爱社交的人，他本身就是一个桃花的人，由此也是能去看到他其他的东西的。对，男生是敞开的状态，明白了吗？男女同我问过，但他确实就是个直男，因为他是我老顾客，所以我知道他确实就是直男。有点小钱的直男。好，这个牌男生的问卜者的牌没有问题了吧？有问题可以提问啊。我们再看女生的牌，因为女生2张牌都是逆位，另外1张又是吊人，就你唯一的正位还不如逆位的感觉。然后呢，我当时就问了，我在整个咨询前我就问了，我说你俩都是单身吗？一个是男人对你态度和性格，还又是代表有新的开始。对，3张牌都是男生的想法，也都是男生的状态。想法是你状态的延伸嘛，对吧？我举一个例子啊，什么叫想法是你状态的延伸？比如说我们一个很简单的，如果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去看到一些东西，你就会看到悲观面；你心情好的时候看到东西，你就看到乐观面。就是你看到的事物是受到你状态的影响的。这个男生同理，他当下是一个敞开的、不抗拒新人的、不断愿意社交的，或者很愿意去接触不同的女生的状态。那势必他在跟这个女生的相处中，就会展现出他没有那么的专一，他没有那么的有耐心，他就觉得能行就行，不能行我就换一个，对吧？他的状态会影响到他在关系中的想法，这个明白了吗？何况他们只是暧昧关系，不是共生的。什么是共生的？夫妻关系就是深度捆绑的，暧昧关系不是。这个听得懂吗？听懂扣个1，我们再往下讲。好，然后女生呢，就是上来我就问了他们这个问题啊，我说你俩都单身嘛？因为我觉得是吧，一开始跟我说暧昧，还出现这个，然后他跟我讲说，这个女生1年前结束了一段7年的恋爱，我觉得现在对她还是有影响。那其实带入到这个背景，从牌面上看，确实看得出来女生还是有影响的，这个能看出来吧？吊人的这种受困啊、煎熬啊，包括对吊人，你看相对应他俩都是水元素，对吧？他的双鱼的水元素其实是什么？发散的、扩散的。但是呢，吊人的水元素是什么？就是吊人的水元素其实是下沉的，也很煎熬的这种发散。所以我觉得这个女生确实还是受到前任的影响。男生的态度影响了女生吗？什么叫男生的态度影响？男生的状态影响了他怎么看待这个女生。我们刚才讲的是问卜者的牌，我们现在在讲女生的牌啊，所以其实吊人我觉得确实还是对女生有影响的。而且你会发现这张牌往这2张走，这2张的星座大家记得吗？我在知识星球里有写过。为什么我的鼠标？这2张牌的星座是什么？狮子座和金牛座。对，这2张牌最大特点，他们都是固定星座，还都是逆位，对吧？然后我问你们啊，吊人加2张固定星座，这3张牌会给你们什么样的感觉？
或者你们会感觉到什么样的能量？吊人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再加上2张固定星座，这我们必须要去找共同点去感受一下。走不出来，困住。对，这个女生有非常强的被困住的能量，受束缚的，没有改变的，犹豫受困的，这个大家能感受到了吧？对，所以其实这女生3张牌的共同点，这就是我们说不断去找共同点。共同点是这个女生受困，她在关系中跟男生的敞开式、开放式、风元素、变动星座不一样，她是完全受困的。虽然乍一看有像双鱼座，但其实她的双鱼座也是煎熬的，对吧？所以其实这女生跟男生的状态就是不同频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这个女生受困能量很重的情况下呢，权杖国王逆位，一个是确实受一个男生的影响，再加上教皇逆位，背景是谈了一段7年的感情，7年是时间很长，所以我觉得女生她自己的那种很成型的感情观、三观，我们说过教皇跟这种传统的观念的那有关系，我觉得这女生已经是有点根深蒂固了。那逆位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对她有影响，所以这3张牌看得出来，女生其实没有。虽然说在暧昧，但其实女生没有真正的走出来，也没有真正的去接受新的关系，这个大家能理解吗？跟男生这种呼之欲出的想要蠢蠢欲动的开展新恋情，完全是不一样的能量。好，这一部分能理解的扣1。我觉得他没有走出来，所以我没有往会谈婚论嫁的角度走。不排除他跟上一段可能有到谈婚论嫁，但我觉得到现在他没有走出来。教皇逆位，我觉得这个状态他也谈婚不了谈不了婚，论不了嫁。好，那这就是，然后深度我们再去解每张牌，其实也好解。吊人我们刚刚讲过了，权杖国王逆位，行动力的迟缓，以及整个人不是很有自信，受一个男生影响等等等等。然后呢，教皇的这种很稳定的这种观念啊、标准啊，包括说他受过去的影响非常重。我们说土元素也是时间跟沉没成本有关嘛，所以整个人非常的受困等等，这些都能讲，对吧？不想谈没结果的恋爱了。我觉得这个女生没有出来的感觉。什么叫没有结果的恋爱呢？就好比说我不想再找一份跟我前老板很像的工作了，那前提是我得找工作，我都没有离职，我找什么工作？我都没有离职。对，是的，本质上是没有走出来，就是看你的落脚点是放在他在看未来。你说的所有的东西，就是你说啊不想谈没有结果恋爱，是他在展望未来。可是我没有看到这个女生在展望未来，她受困于过去，明白了吗？好，这是一个点。然后未来呢，宝剑五就是一个兵荒马乱嘛。如果你们把宝剑五理解为他们后面有这种深度纠缠、容易翻车点，是因为在这里面，当女生不是一个很敞开的状态，男生是一个能谈不能谈的状态，宝剑五甚至构不成深度的纠缠。宝剑五更多的是风元素，抽离的。所以我刚才讲的是，我说你们俩后面可能不欢而散，没有什么好的结果。但是呢，反正结果就那样。而且我建议他是看新桃花，就我觉得你跟这个女生就是一段关系，就是短暂一段缘，后面就回归人海了。我给他的结论是这个，就他俩没什么实际的发展。所以宝剑五我反而给的不是那种非常的混乱性、冲突性的什么，你们俩后面会大吵一架等等，不是的，因为他们彼此之间现在的关系虽然看起来在暧昧，但是符合风元素的什么，他们之间有距离、有隔阂，所以我觉得宝剑五只是他们现状的延伸。好，这个能理解吗？宝剑五，如果你只是记关键词，就会记成冲突、混乱、争执、吵架。可是宝剑五它也是5号数字混乱，但是它其实是风元素的抽离。所以我觉得他们本质上对各自有各自立场，各自有各自的想法，各自有各自的思想，他们之间就没有非常的融合。身边人不是受救人，我这里的权杖国王指的是受救人，明白了吗？好，这是对于宝剑五的。然后建议的圣杯8，我也是跟他说，我觉得反正我是建议他换一个，因为我觉得跟这个女生你要去改变一个有7年恋爱记忆的一个女生有点难，再加上我觉得这个女生没有走出来，你要马上要出国了，你们面临的就是异地啊等等等等。我觉得对你来说太难了，何况你后面还有新的人。对，宝剑8圣杯8很形象，然后综合起来给了他一些建议，然后提醒了他下个月有桃花。好，这个案例看一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再过。那其实这个案例就提醒大家，这个时候你们再去一张一张记啊，整个牌面2张不是3张风元素，1张水元素，可能就没有那么有意义。所以我们就说元素在心中啊。什么叫元素在心中呢？就是我们要自己去看，哎，这个男生3张牌的元素特点，女生的元素特点是这么去看的，而不是一点一算像算数一样去算。一会儿后面就有个同学的案例是这样，你就会发现解不出东西。宝剑五吵架男的难受，没有。所以最后你们看到知识星球那个反馈是什么？后面你是不是断层了？断层了，回去听魔术师。你是来的晚了吗？刚刚讲魔术师的时候有，下课了可以看回放。好，看一下还有什么问题。对呀，知识你刚刚是不是断层了？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全是变动星座。好，那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就过了啊。下一张啊，哎哇，
那课程咪真棒，他还把我的反馈发上来了。我本来是放知识星球没有发这里的，你看9月还有新桃花确实都准了。然后那个之前那个姑娘不能在一起，她是9月21号给我反馈的。不过她说这个新桃花靠谱吗？她说你看一下她这个反馈啊。双方我刚不是解了吗？我当然解了，对，我刚刚甚至一张一张解了。你们今天听课咋回事？我刚刚难道不是把魔术师也解了，圣杯骑士也解了，宝剑十也解了吗？我刚刚一张一张解了呀。然后他说不想在一起，怕患得患失，我很怕你们觉得我没有一张一张解，实际上我刚已经给你们一张一张解了。要保持1对1的暧昧关系。你想想这个女生她的说话其实也是，这个女生没走心。更详细的思路我在知识星球有分享啊。然后呢，这是怎么放重复了？反正我安利课不会一张一张给你们解的，我只会讲思路。好，这里没有问题，我们就翻篇了啊。